一向保持对华友好的俄罗斯反常地在联合国大会现场对中国提案投下了反对票，这其中是何原因导致？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联合国审议大会上，中国的提案不光遭受到了美国和印度的反对，连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好的战略伙伴的俄罗斯，竟然也和美印联手投下了反对票，否决中国提出的议案。这是为什么呢？且听虎哥详细跟大伙唠唠。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对杀手机器人的研发进行限制的议案，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限制机器人在军事战争领域的应用，要在研发方面做出严格的限定。据悉，此议案还包括在军事冲突期间禁止使用杀手机器人的条款。尤其在当前各大国都在积极研发战斗机器人、杀手机器人的大环境下，在军事用途方面，联合国最好要明确军用机器人未来的使用范围，能够有相应的法规去进行约束。长远来看，对各国可谓是百利无一害。毕竟人类有朝一日是要迈入全面机器人时代的，此举无疑有利于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国际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希望联合国与会各国在关于杀手机器人方面加强沟通和交流，以期快速达成一个让各方相对满意的结果。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上，有不少国家都对提议限制杀手机器人研发的议案表达了肯定和支持。稍显意外的是，中国的议案随后遭到了印度、以色列、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联名反对，导致中国的联大提案被否决。在这里，虎哥给大家强调一下，杀手机器人不同于现在常见的履带式作战机器人，是一种全新概念的机器人武器。外媒给这种武器的定义是，在未来20至30年内问世的具有高度智能化和自我操控的作战机器人，可以被部署在战场上替代士兵，执行危险的智能机械作战单位。听上去有点像电影《终结者》里的 T-800， 但这种武器具有无法100%准确识别平民和作战人员的潜在问题，甚至可能觉醒自主意识，成为一个高度智能化的机械生命体，进而向创造他们的人类开火，打一场人与机器的战争，就像电影《终结者》里描述的那样。美专家古斯认为，这种武器非常危险。如果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让杀手机器人具备决策能力，其所面临的问题将会非常的严重。机器人可能会自主攻击人类或是其他目标，那么这个危害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的。另一方面，这个责任应该谁来负？各国到现在对此都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的共识。更有专家认为，应该通过联合国条约彻底禁止研制、生产和使用杀手机器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智能武器在将来的战场上可以发挥高度不对称优势。如果是美国这样的大国对小国发动侵略战争，可以直接派遣杀手机器人进行作战，而小国只能派遣人类士兵以血肉之躯抵挡机器人的攻击。可想而知，将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打击和伤亡。对于美国来说，此举正好一举两得。杀手机器人的参战可以避免人员伤亡，不用承受越南战争那样的国内压力，侵略战争也不会难以为继。其次，则是因为没有人员的参战和伤亡，战争的成本也相对大大减少。对于热衷发动侵略战争的西方国家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还可以为西方军火商创造源源不断的商机，卖智能战争机器赚得盆满钵满。对于一些被侵略的小国来说，这将是绝对的噩梦。连美媒自己都认为，美国政府都会因在杀手机器人方面取得的进步而兴奋不已。综上所述，我国大概率是看出了这种武器日后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所以才在联大上提出约束杀手机器人的议案。与会的不少国家都赞成了此议案，想必他们心里也明白，
如果将来面对这种武器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此倒不如支持中国从源头上掐断这种武器投入战场的可能。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断然不可接受的，因此投了反对票。不过俄罗斯也跟风投下了反对票，虎哥认为是另一种原因。一方面，俄罗斯在作战机器人领域和美国不分上下，不少的机器人已经在叙利亚已经初露锋芒，俄罗斯不甘心放弃杀手机器人的研发。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武器出口方面可能另有考量，可能是研发杀手机器人后不光光是己方军队使用，甚至有可能向没能力研发杀手机器人的国家出售，毕竟这是个很大的潜在市场。当然，针对这些国家的联手反制，我们也得做好应对工作，以便未雨绸缪。中国在 AI 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研制完全克制杀手机器人的武器，如高度智能的电磁脉冲无人机等装备。这样应对未来这些大国研制的杀手机器人便不会处于被动境地。